你质疑过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吗？眼见为实，是真的现实吗？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我将与你重建现实，沉浸了解你从未见过的真实的世界。你可以点赞、收藏、评论，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你每天看到的世界有多真实？答案似乎很简单。我们用眼睛看到东西，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雨水敲打窗沿的声音。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真实，但其实你的大脑从未接触过外部的世界。你的大脑被关在一个坚硬的骨头壳子里，绝对的黑暗，绝对的安静。它收到的只是一些电信号，跟打游戏时手柄传给主机的信号差不多。然后它要根据这些信号猜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猜对了你活下来，猜错了你被老虎吃掉。几亿年下来，你的大脑变成了一个猜谜高手，但也因此，你感知到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之间隔了一层厚厚的滤镜。这层滤镜不是 bug， 是功能。进化的目的从来不是让你看到真相，而是让你活下去。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认知科学家唐纳德·霍夫曼。他在2009年提出了感知界面理论，核心论点只有一个：自然选择优先的是适应度，不是真实性。说白了，进化不在乎你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只在乎你能不能活到生娃。霍夫曼用进化博弈论做了蒙特卡洛模拟，结果很扎眼。追求真实感知的策略被追求适应度的策略碾压，而且随着感知空间复杂度增加，真实策略的灭绝速度反而更快。2020年，他和团队正式证明了适应度战胜真理定理，从数学上锁死了这个结论。这篇论文发表在《系统生物学》杂志上，标题就叫“感知进化中的适应度战胜真理”。你可能觉得这也太极端了，我看到了桌子，摸到了桌子，桌子就是真的啊，没错。但真的这个词你需要重新定义。你看到的桌子是大脑给你渲染的一个界面，就像电脑桌面上的图标。图标不是硬盘里的真实数据，它是一个简化版的操作界面，让你不用懂代码就能用电脑。你的感官也是这么干的，它给你一个简化版的世界界面，让你不用理解电磁波和量子场就能躲开飞来的石头。霍夫曼的说法是，你感知到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一个用户界面。有意思的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哲学里早就有了回声。王阳明说，心外无物，意思就是你所认识的世界离不开你的心智建构。当然，王阳明是从心学角度说的，霍夫曼是从进化博弈论的数学模型推出来的，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只不过西方科学界花了好几百年才用方程式把这句话重新说了一遍。当然，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买霍夫曼的账。有人批评他的模拟过于简化，用的高度理想化的模型跟真实进化差距很大。但即便不接受他的极端结论，他提出的核心问题依然有效。你的感知系统是为了生存优化的，不是为了真理优化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好，框架搭完了，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感官拆着看，看看你的大脑是怎么把你骗得服服帖帖的。先说视觉，
因为你最信任的就是眼睛。俗话说眼见为实，但你的眼睛可能是你最不靠谱的朋友。人的视网膜上有一层感光细胞，分两种，视锥细胞负责颜色和细节，视感细胞负责明暗和运动。但这些细胞干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数光子。光子打上来，产生一个电信号，完事儿了。你的眼睛不能直接看到图像，它只是把光线的明暗和颜色变化转换成一个个像素点一样的信号，然后传给大脑。图像是大脑后面自己拼出来的。更离谱的是，你的视网膜上有一个大洞，视神经从视网膜穿出眼球的地方没有感光细胞，这个区域叫视盘，直径大概 1.5 毫米。你的每只眼睛视野中都有这么一个盲区，但你平时完全感觉不到，因为大脑会根据盲区周围的信息填补这个洞。注意，不是简单的用周围的颜色涂上去，而是用复杂的模式补全。如果你在盲区位置放一个棋盘格图案，大脑会用周围的棋盘格纹路把那个洞补上，看起来天衣无缝。更有意思的是，大脑填补的内容还受你对整体场景理解的影响。如果你认为那个位置应该是一条直线，大脑就把盲区填成直线；如果你认为那里应该是一朵花，它就填成花。大脑不是在看盲区里有什么，而是在猜那里应该有什么。这个发现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7世纪，法国科学家埃德姆·马里奥特就发现了视盘盲点。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演示，闭上一只眼，注视前方一个点，然后在侧面缓慢移动一个物体，移到某个位置时，物体就消失了。这个实验到今天还在做，结果从来没变过。17世纪的人没有 fMRI， 没有脑电图，就靠一个眼睛和一个物体，就发现了大脑在偷偷给你补画面。你想想，几百年过去了，你的大脑还是在干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你现在知道了他在干这件事而已。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你每时每刻看到的完整画面，其中有部分是大脑凭空编的。你的视觉体验里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感官数据，有一部分是大脑的猜测和填充，而你完全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你有没有过走在街上，突然觉得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但不确定？那可能就是大脑在填补盲区的时候出了点偏差，给你渲染了一个半成品。再举一个更狠的例子，你看到的世界是立体的，对吧？你有深度感知，知道哪个东西近，哪个远。但你的视网膜是二维的，它接收到的本质上是平面投影。深度感是大脑通过一系列线索算出来的，双眼视差、阴影、透视、运动视差、遮挡关系，这些线索加在一起，大脑给你渲染出一个三维世界。如果你给大脑错误的线索，比如戴上特殊的 VR 眼镜，或者看某些错觉图片，大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渲染出一个物理上不可能的三维场景。它不在乎对不对，它只在乎线索够不够用。这就是为什么视错觉能存在。错觉不是你眼睛出了毛病，是你的大脑在用平时管用的捷径处理信息，只不过有人故意设计了让它翻车的场景。就像你天天走的那条小路突然被挖了个坑，你还是会踩进去，
因为你的脚习惯了那条路。大脑的视觉处理也一样，它用的是几亿年进化出来的快捷方式，绝大多数时候管用，但一旦遇到特殊设计的刺激，就会暴露底牌。接下来是听觉，听觉的欺骗方式跟视觉完全不同，但同样离谱。声音的本质是空气分子的振动，你的耳朵把这些振动转换成电信号，然后大脑要把不同频率的声音重新组合，识别出这是什么。但问题是，你的听觉不只受耳朵影响，还受眼睛影响。1976年，心理学家哈里·麦格克和约翰·麦克唐纳发现了一个现象，后来被称为麦格克效应。他们让人看一段视频，视频里的人嘴型在发哥的音，但配音放的是巴，结果受试者听到的既不是巴也不是哥，而是哒。你的大脑把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两者都不是的第三种感知。这个效应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至今仍然是跨模态感知研究的经典案例。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效应在各种条件下被反复验证。噪音越大，视觉越清晰，麦格克效应越强。这说明大脑在听觉信息不确定的时候，会更多的依赖视觉线索来补全声音。后来的研究更进一步，2018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人，也不能免疫麦格克效应。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去听声音，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你在跟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你听到的对方说的话，有一部分其实是你看到的。你通过对方的嘴型、表情、手势，在不知不觉中修正了你的听觉。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面聊天比打电话清楚得多，不是因为面对面声音更大，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多了一路视觉信号来帮忙。2018年还有另一个刷爆全网的听觉错觉， Laurel 还是 Yanny。 同一段录音，有人听到 Laurel， 有人听到 Yanny。 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段录音里同时包含了高频和低频成分，你的大脑会根据自己耳朵的频率敏感度，选择性地放大某些频段。年轻人的耳朵对高频更敏感，倾向于听到 Yanny。 年纪大的人高频听力下降，倾向于听到 Laurel。 但更关键的是，一旦你被暗示了某个词，你的大脑会调整频率、过滤策略，让你真的听到那个词。你的听觉不是被动的接收，而是主动的建构。你听到的是你大脑认为你应该听到的，而不一定是你耳朵实际接收到的。这跟2015年那条蓝黑还是白金的裙子是同一个原理。裙子本身是蓝黑色的，这件事后来设计师本人确认了，但照片的光线条件模棱两可。你的大脑需要先假设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光线下拍的，然后做颜色补偿。如果你假设是在暖光下拍的，你会把蓝色看成白色，把黑色看成金色。如果你假设是在冷光下拍的，你会看到真实的蓝黑色。神经科学家比维尔·康威的解释是，大脑在根据日光矫正色差，不同人的大脑矫正策略不同，看到的颜色就不同。康威后来做了一系列后续研究，发现看到白金的人往往在逆光环境下判断更准确，看到蓝黑的人
在顺光环境下判断更准确。这不是眼睛的问题，是大脑的猜测策略不同。你的大脑在看不到光源的情况下，会根据经验自动猜测光源类型，然后做色彩校正。只不过每个人的经验不同，猜的方向不同，结果就吵翻了天。触觉呢？触觉总该是真实的吧？你摸到桌子是硬的，摸到水是凉的，这还能骗？能。而且触觉的欺骗方式更隐蔽。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你摸到桌子的硬，不是桌子的属性，是电磁力的属性。你手指上的原子和桌子的原子靠得很近时，两层电子云互相排斥，这个排斥力传到你的触觉神经，大脑把它翻译成硬。你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桌子，你感受到的只是电磁力的斥力。如果电磁力弱一点，你的手就穿过去了。说真的，你摸到的实体感本质上是一种力场反馈，跟游戏里的碰撞检测没有根本区别。你把手放在桌子上，你以为你在触摸桌子，其实你只是在感受两层电子云的排斥力。你的手指原子和桌子原子之间永远隔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你摸不到，但它决定了你感受到的硬度。1998年，马修·伯特温尼克和乔纳森·科恩做了一个实验，后来被称为橡胶手错觉。他们让受试者把真手藏在挡板后面，在面前放一只橡胶假手，然后同时用刷子刷真手和橡胶手同步刷。大约11秒后，受试者就开始觉得橡胶手是自己的手了，不是比喻，是真的觉得。如果突然拿锤子砸向橡胶手，受试者会不自觉地缩手，心跳加速，皮肤电导反应飙升。大脑把视觉信息和触觉信息整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那只橡胶手是我的。后续的研究发现，同步触摸的时间越长，错觉越强。而且这个错觉不限于手，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让人觉得一只橡胶脚是自己的，甚至一个虚拟的全身 avatar 也可以。只要视觉和触觉的同步性足够好，大脑可以把任何东西纳入自我的范畴。你的身体边界比你以为的模糊得多。更有趣的是，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加上同步的听觉线索，可以进一步增强橡胶手错觉。你的大脑在做身体归属判断时，会整合一切可用的感官信息，视觉、触觉、听觉，有多少用多少。味觉和嗅觉就更不用说了。你以为你尝到的是食物的味道，但味觉其实70%到80%依赖嗅觉。你感冒鼻塞的时候吃东西没味道，不是因为舌头坏了，是因为鼻子堵了。而且味觉受文化影响极大。你觉得香菜是清香的，有些人觉得香菜是肥皂味，这不是矫情，是基因差异。OR6A2 基因的一个变异就能让香菜尝起来像肥皂。你喜欢的味道，很大程度上是你长大的环境训练出来的，不是什么客观的好吃。再比如，日语里有一个词叫旨味，就是鲜味，是第5种基本味觉。但在西方，鲜味直到20世纪初才被接受。之前西方人只有酸甜苦咸4种基本味觉的概念。你的味觉分类方式也是你的文化和语言教给你的。好，单个感官说完了，
现在把视角拉高，看看大脑是怎么把所有这些感官信息整合成一个现实的。你的大脑被关在颅骨里，这个前面说过了，绝对黑暗，绝对安静，它唯一能拿到的就是神经纤维传来的电脉冲。它要回答一个问题：外面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不可解的，因为同一组电信号可以对应无数种外部原因。你看到一个红色的圆，可能是太阳，可能是红灯，可能是别人穿的红色衣服，可能是视网膜自己出了问题。大脑怎么办？他猜。这个猜测过程有一个正式的学术名称，叫预测性感知。核心思想是，大脑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而是一个主动的预测机器。它不断生成对世界的预测，然后用感官数据来验证这些预测。如果预测和感官数据一致，很好，继续；如果不一致，就出现预测误差。大脑要么更新自己的模型，要么忽略感官数据。这个过程在你清醒的每一毫秒都在发生，你完全感觉不到。这个理论的数学基础是贝叶斯推断，大脑在做一个概率计算，给定我之前的经验和现在的感官数据最可能的外部状态是什么。你觉得你看到的是客观现实，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大脑算出来的最可能的情况。贝叶斯推断的关键在于先验概率，也就是你过去的经验。你以前见过的所有红色的圆的东西，都会影响你现在看到一个红色的圆时大脑的判断。你的过去在塑造你的现在，你的经验在建构你的感知。这个理论最积极的推动者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卡尔·弗里斯顿，他提出的自由能原理是这个框架的终极版本。弗里斯顿认为，大脑的核心功能就是最小化预测误差，也就是最小化自由能。这个理论野心极大，试图用一个原理解释感知、认知、行动、学习，甚至生命本身的组织原则。2010年，他在《自然神经科学评论》上发了一篇综述，引用量将近8000次，而且还在涨。弗里斯顿自己也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家之一。他的理论被引用的次数比绝大多数诺奖得主还多，但他至今没拿诺奖。有人开玩笑说，诺奖委员会还没想好怎么表彰一个试图解释一切的人。我认为弗里斯顿的方向大体是对的，大脑确实在做某种形式的预测和推断，这有大量实验证据支持。但我对自由能原理的野心持保留态度。一个理论如果试图解释一切，它就面临不可证伪的风险。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不展开。回到预测性感知，这个框架最漂亮的地方在于，它统一解释了正常的感知和异常的感知。正常情况下，大脑的预测被感官数据约束着，所以你看到的世界跟大家看到的大体一致，也跟物理世界大体吻合。这叫受控的幻觉。这个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认知科学家杨库恩德林克2010年的工作，后来被苏塞克斯大学的阿尼尔塞斯在2017年的 TED 演讲中发扬光大。塞斯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当你对现实的预测跟感官数据一致时，那就是感知。
当预测脱离了感官数据的约束，那就是幻觉。感知和幻觉之间不是质的区别，而是量的区别。异常情况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核心症状就是预测机制出了问题，他们的预测不被感官数据有效约束，所以会出现幻觉和妄想。2008年，一项发表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上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患者的麦格克效应明显减弱，说明他们的视觉和听觉的整合出了偏差。换句话说，他们的受控幻觉失控了，他们的大脑在猜，但猜的时候不再参考感官数据，所以猜出来的东西跟现实脱节了。这不是疯，是贝叶斯推断的先验权重太高了，感官数据的权重太低了。做梦是另一个极端，你睡着的时候，感官输入基本被切断，大脑的预测系统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自由运行，于是你看到了人脸、场景、对话，有完整的情节和情感。你做梦时看到的一切都是大脑凭空生成的。你梦里见到的人，有些是你认识的，有些是陌生人，但你的大脑在梦里不需要眼睛就能看到他们。这不就证明了大脑不需要外部输入就能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吗？你白天看到的世界和梦里看到的世界用的是同一套渲染引擎，区别只在于白天有感官数据做约束，梦里没有。你也可以反过来想，你白天的感知比你梦里的感知真实多少？本质上只是多了一层感官数据的约束而已，而不是多了一层接触真相的通道。说到这里，有一个特别反常识的事实需要单独拎出来说：颜色不存在于自然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你看到的红色、绿色、蓝色明明就在那里啊，但事实是，自然界中只有不同波长的电磁波，波长在400到70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你的眼睛能接收，仅此而已。红色不是400到700纳米电磁波的属性，红色是你的大脑对特定波长电磁波的主观翻译。700纳米的电磁波打在你视网膜上，你的视锥细胞被激活，信号传到大脑视觉皮层，大脑把它翻译成红色。但电磁波本身没有颜色，就像声波本身没有声音一样。打个比方，电磁波就像空气分子的振动，声音也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空气振动存在。你的耳朵把振动翻译成声音，你的大脑把电磁波翻译成颜色。翻译是你做的，不是世界做的。一朵玫瑰花在没有人看它的时候，它不是红色的，它是某些波长的电磁波的反射体，但这些电磁波不是红的。只有当一双眼睛和一个大脑出现，这些电磁波才被翻译成红色。这不是哲学诡辩，这是物理学事实。2015年，那条蓝黑白金裙子之所以能让全世界炒成一锅粥，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事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同一张照片，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光线假设下，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颜色。这不是错觉那么简单，这是你的大脑在做色彩校正。你拍照的时候，手机会自动白平衡，你的大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你不知道。而且大脑的白平衡策略不是固定的，它会根据你的经验、你当前的环境，甚至你最近看了什么东西来调整。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同一张照片，也可能看到不同的颜色。更有意思的是，不同文化对颜色的感知确实不同。这不是说人类的眼睛不一样，人眼的生理结构是相同的，但语言和文化会改变大脑的颜色分类方式。英语有基本颜色词：红、橙、黄、绿、蓝、紫、粉、棕、灰、黑、白。但有些语言只有5个基本颜色词，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贝尔语，只有黑、白、红、黄、绿5个颜色词，没有蓝这个词。这不是说他们看不到蓝色，而是他们不把蓝色当成一个独立的颜色类别，而是把它归入绿色或黑色的范畴。2017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语言对颜色分类的影响会改变大脑对颜色边界的敏感度。如果你的语言在某个颜色区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你大脑就能更敏锐地分辨那条线两边的颜色差异。如果你的语言没划那条线，你大脑对那个区间的颜色差异就不那么敏感。你的语言在塑造你的视觉。俄罗斯人在分辨浅蓝和深蓝方面比英语使用者更快更准，因为俄语有2个不同的词来称呼这2种蓝色，而英语只有一个 blue。 这不是训练出来的，这是语言在神经层面改变了颜色感知的处理方式。这还不止于颜色，不同文化对时间的感知方向也不同。英语使用者倾向于把未来想象在前面，过去在后面，但有些原住民文化把未来想象在后面，因为你看不到未来，就像你后脑勺看不到的东西。过去在前面，因为你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澳大利亚的库克萨 Trail 人就是这么理解时间的。这种时间方向的差异会影响他们在空间排列任务中的表现。你觉得前天是过去的事，但对他们来说，前面的东西才是已经发生的。你说向前进，你说的是走向未来，他们说向前进，说的是走向过去。同一个动作，完全相反的时间含义。疼痛的感知也受文化影响。东亚文化倾向于把疼痛和整体的身体状态联系起来，而西方文化倾向于把疼痛定位到具体部位，这影响了疼痛的主观强度和应对方式。你感受到的疼不只是神经信号，还是文化教你怎么理解这个信号的结果。好，现在把这些拼起来。你有一个被关在黑暗颅骨里的大脑，它只能靠电信号猜外面的世界。它猜的方式是贝叶斯推断，用过去的经验做预测，用感官数据做校正。它给你的不是世界的真相，而是一个经过简化、加工、填补的用户界面。这个界面的目的是让你活下来，不是让你看到真理。颜色、声音、触感都是大脑的翻译，不是世界的属性。你的语言和文化还会进一步改变这个翻译的方式。那问题来了，如果一切都是大脑建构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疯掉？为什么你能正常的过马路、吃饭、跟人聊天？因为大脑建构的这个幻觉有2个关键特性。第一，内部一致性。大脑的预测模型是自洽的，你看到的红色和你摸到的苹果的质感是一致的，
你听到的声音和你看到的嘴型是一致的。这些跨模态的一致性，让你的体验看起来天衣无缝。如果大脑给你的视觉和触觉不一致，你就会觉得不对劲，就像 VR 游戏中手和画面不同步时的那种恶心感。大脑花了很多精力在跨模态同步上，因为同步断裂就意味着预测模型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可能威胁生存。第二，与物理世界的反馈吻合。你的感知模型虽然不是真相，但它是有效的。你看到前面有堵墙，走过去确实会撞上；你看到红灯停下来，确实不会被车撞。进化保证了你的感知模型足够实用，实用到你能活到把基因传下去。霍夫曼的比喻是，电脑桌面上的文件图标不是硬盘里的真实数据，但你能用它来操作文件。你不需要理解词道和扇区，你只需要点对图标。这就是受控的幻觉的精髓。它是幻觉，因为它不是世界的真相；它是受控的，因为它被感官数据和物理世界的反馈约束着。你活在一场梦里，但这场梦有规则，有反馈，有一致性。梦和现实的区别不在于真不真，而在于有没有约束。阿尼尔塞斯在TED演讲里举了一个很妙的例子，他说，幻觉和感知的关系就像天气和气候的关系。气候是长期的统计规律，天气是每天的具体表现，感知是被感官数据约束的幻觉，幻觉是脱离约束的感知。它们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种东西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表现。你可以在清醒和追梦之间滑动，也可以在正常和精神分裂之间滑动，区别只是约束的强度。这引发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既然我们永远无法直接接触真实世界，那真实世界这个概念还有意义吗？我认为有。虽然我们无法无滤镜地感知它，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仪器间接地测量它。你看到红色是你的大脑的翻译，但电磁波的波长是客观的，可以用仪器测量。你觉得桌子是实的，但物理学家告诉你，桌子99.9999%是空的。电磁力的斥力让你觉得它实。科学就是在不断地剥离感知滤镜，试图看到滤镜下面的东西。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完全的真实，但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康德在200多年前就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物自体，只能认识现象。康德说这话的时候是纯哲学推断，现在神经科学用实验数据把这句话做实了。而社会建构的现实是另一层，金钱、法律、国家边界、公司，这些东西在物理世界中不存在，它们完全依赖于人类的集体共识。一张100元大钞在物理上就是一张纸，但因为有几十亿人共同相信它的价值，它就能换来食物和衣服。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把这个叫做想象的秩序。社会现实比感知现实更虚，但它的影响更真实。你可能不怕老虎，但你怕破产。虽然破产这个概念比老虎虚幻得多，你的大脑不仅在建构物理感知，还在建构社会现实。你看到的国家边界在地面上不存在，但在你的认知地图里，它比山脉还真实。现在来说说，为什么了解这些对你有用？第一，它能打破你的教条主义。
你看到的不是真相，别人看到的也不是。蓝黑裙子和 Laurel Yani 告诉我们，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东西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知，而且双方都不是在说谎。下次你跟人争论事实的时候，想想这个，你们的争论可能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你们的大脑用了不同的猜测策略。这不是和稀泥，这是对认知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当然，这不是说所有观点都一样对，物理定律不会因为你换个角度就变了。但在日常生活的人际冲突中，很多时候争的不是物理事实，而是感知差异。第二，他解释了冥想和认知疗法的原理。冥想本质上是在训练你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看到大脑的预测如何生成情绪和反应。当你能看见预测的过程，你就能选择不被它绑架。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恐惧症，就是在用新的感官数据去推翻大脑的错误预测模型。你以为电梯会塌，但当你反复坐电梯且电梯没塌，大脑的预测模型就更新了。这不是玄学，这是贝叶斯推断的临床应用。你给大脑新的数据，大脑就更新先验概率，下一次预测就不一样了。第三，它对 VR 技术和脑机接口有直接指导意义。VR 技术就是在利用大脑的感知机制，给它足够的线索，让它自己生成一个现实感。你的 VR 头显不需要模拟整个物理世界，它只需要提供大脑渲染所需的线索就够了。现在的 VR 画面还很粗糙，但原理上，只要线索够多够一致，你的大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当成真的。这也是为什么 VR 能让人恐高，能让人晕动，因为大脑的预测系统和 VR 提供的数据之间有微小的不一致。未来如果 VR 做到了完全的跨模态同步，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前庭觉都同步了，你的大脑将完全无法区分虚拟和现实。到那个时候，现实这个词就需要重新定义了。说到这里，量子力学还插了一脚。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显示，在微观尺度上，观测行为本身会改变被观测的对象，这跟感知哲学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呼应。也许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观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模糊。不过，我得在这里加个声明，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跟意识感知不是一回事，别把两者混为一谈。量子层面的观测是指任何与系统的物理相互作用，不需要有意识的观察者。把这个跟感知哲学混在一起，是很多伪科学的源头。但作为一个哲学隐喻，它确实值得想一想。如果在微观层面观测就改变了现实，在宏观层面你的感知也在建构你的现实，那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现实到底是什么？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没有答案。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好奇心的最高表达之一。你不需要答案，你需要的是学会在不确定中感到舒适。你每天生活的世界并不在你的外面，而是存在于你的内心。你的大脑用860亿个神经元，在黑暗的颅骨里编织出了一个有颜色、有声音、有温度、有情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假的，它是你的大脑能给你的最好的版本。它可能不是世界的真相，但它是你的真相。
说真的，想到这里，我反而觉得踏实了。你不需要看到真相才能好好活着。你的感知模型经过了几亿年的测试和迭代，它管用。你看到红灯停下来，你摸到热水缩手，你听到汽车喇叭躲开，这些都够了。你不需要理解电磁波就能看到日落，不需要理解声波就能听到音乐，不需要理解自由能原理就能做一个好梦。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不是 bug， 是奇迹。你活在一个被精心建构的梦里，这个梦有规则，有美感，有温度。你知道它不是全部的真相，但这不妨碍你认真地活在里面。就像你知道电影是假的，你还是会被感动。你知道日落只是大气层散射的锐利效应，你还是觉得好看。你知道你看到的红色只是大脑对700纳米电磁波的翻译，但那个翻译真的很美。有意思的是，你现在闭上眼睛，你的大脑不会停下来，它会继续生成画面、声音、触感，只不过没有感官数据的约束，这些生成的内容更加自由，更加随意。你闭上眼睛看到的那些光斑和色彩，是你的视觉皮层在空转，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自发活动。你以为闭上眼就是黑暗，但对你大脑的视觉皮层来说，黑暗是不存在的，它永远在生成。知道的越多，不是越焦虑，而是越自由。因为你知道，你的感知不是唯一的，你的观点不是绝对的，你的世界不是唯一的版本。这意味着你永远可以选择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永远可以包容跟你不同的感知方式。蓝黑裙子教会我们的不是颜色学，是谦逊。Laurel 和 Yanni 教会我们的不是声学，是包容。你的大脑在猜，别人的大脑也在猜，猜的方式不同，不等于谁对谁错。每次闭上眼睛，你眼前看到的黑暗不是无，是你的大脑在等你给它新的信号。在等的过程中，它会用记忆和想象继续编织故事，那个故事叫梦。你可以点赞收藏，下次失眠的时候再听一遍。晚安。